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隆坡的机场，准备在吉隆坡转机回中国，所以在这个空隙，我讲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整个租车的体验，还有以及自驾的体验。首先是租车啦，得到最大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早一点租。我们当时就是确定的比较晚，大概提前3-4天吧，才把我们的行程确定，所以我们就准备去租车。我们当时是用的那个 rentalcar.com， 反正就这个网站，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地址，但你可以去 Google 搜。然后在这个网站上，它就可以租车嘛，然后它可以，你选择车过后，它也有各种不同的公司。然后当时选的公司的大概都是那个 Hawk， 好像是叫 Hawk，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租车公司。然后我们在上面就选了一些车，选了车过后，它需要24小时的那个确认，就是它需要24小时给你确认这个车到底租没有租成功。结果我们当时一选，他就告诉我，就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跟我说没有车了。然后我们又换了一个车型，然后过段时间他又告诉我们没有车，所以其实这个耽误了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只有3-4天的时间去最后，3-4天的时间到最后。然后这个，所以就感觉马来西亚租车还是蛮火的，所以一定要早一点去。另外，如果你要想异地还车的话，一定要找一些大公司了。像刚刚那个 Hawk， 还有以及我们最后租车的公司 Hertz 嘛，一个国际租车公司比较出名的，然后它都有异地还车的选项，然后你就只需要交一点点异地还，不是一点，你只需要交一些异地还车费就可以了。另外就是我们最后找这个 Hertz 这个公司，是我们到了新山过后，我们自己去到他们的店面里去找，然后最后他刚好就只剩最后一辆车了。我们运气也算特别好吧，可能是因为那辆车比较小，别人不愿意租还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刚好运气好有人还了，对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也算是幸运，我们差一点车都租不到。我们一共租了7天，然后7天大概是1700马币，1700令吉，其中有450令吉是那个异地还车费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不是异地还车，你不需要交这450令吉。反正价格对于那种车应该不算便宜，因为那个车其实不是很好，对，它比较小嘛。但是它好像是全险，就是你不需要交任何的钱。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，对，它是全险。所以反正我们当时是都没有车了，能够有这个车我们就不错了，所以赶紧把它租下来。对，这个就大概是那个租车的价格呢。我觉得我在网上看应该还会有更便宜的，以及拿我们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租到更好的车。但是我们反正就大概最后就是这个情况了。还是建议去找这些大公司租车啦，如果你对这边不太熟悉的话，因为他们的流程比较正规，员工也比较专业，也不会坑你。我们当时租车整个体验就觉得他们挺正规的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最后还车也很顺利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不太熟的话，我建议还是直接找大公司，这样你会省去很多的烦恼了。另外讲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开车的体验吧，因为我们去了好几个城市，从那个新山到马六甲，再到吉隆坡，再到怡保，最后再到那个槟城，所以每个城市之间开车的距离大概都是2个多小时，不算太远。特别是假设你有2个人开的话，问题都不是很大。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的高速路上可能会堵车，这个就挺看运气的。然后我们有这么多城市嘛，我们大概只有在新山到马六甲那里有点堵，开了3个多小时，其他的都还好。马六甲到吉隆坡有一点点堵，其他的在高速上都不太堵，所以还是很建议在马来西亚开车的。特别是如果你想去的城市比较多，你坐大巴其实也是这么做，然后你坐飞机的话，这么多城市可能也不是特别方便了，所以我建议还是可以租车的，自驾的。另外就是每个城市内的交通其实蛮堵的，每一个城市都很堵。
在城市里开车很慢，从一个地点去到另一个地点特别慢。然后这边的马来西亚的那个红绿灯系统我也有点搞不明白，他们真的红灯很长，一般都是3分半起吧，从我大概计算了一下，3分半4分钟的红绿灯真的很难等。然后就是马来西亚它城市里的那个路啊，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复杂，就是比较难，很容易开错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用那个 Waze 那个软件，它比 Google Map 要好用一点，它讲得更清楚一点，你就是不太容易出错了。另外怎么说呢，在这个城市里开车，大家开车的习惯没有那么好，然后经常会有车突然挤进来插队的情况，然后经常也有变道不打灯的情况，所以你要是技术不够好的话，可能要小心一点。我觉得在城市里比开高速要难很多，在我看来，对，特别是他们这边开车真的是，可能是因为车太多了，然后你有时候你不去挤呢，你就走不了，你就完全走不了，然后你就被后面的车还要逼你，对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情况，但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太打灯，就是换道的时候，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他换道换得特别危险，所以就是一定要高度集中了，要小心一点，对。所以有的时候在城市里，你要是觉得太堵啊，或者那边不太好停车啊的话，我们也会选择直接打车，打那个 Grab 或者就网约车啦。因为这些司机他可能更了解一些，他会走一些小路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堵，对，然后你也不用考虑最后停车的问题。Grab 的缺点就是说，他那个司机每次他过来的时间特别久，可能要10几分钟，司机才能过来，可能也是因为城市里比较堵吧，他开车会开得比较慢，对，基本上就是，但是打车很便宜啊，所以打车还是蛮好的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就是还挺推荐在马来西亚自驾游的，特别是你想走多个城市的话，我觉得自驾肯定是最方便的。但是如果在城市内你对自己的开车技术不那么放心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直接打 Grab 就好了。对了，如果你的驾照是 Commonwealth Country， 应该就是英联邦的国家，比如新加坡啊、澳大利亚呀、澳洲啊这样的国家的话，你是不需要换国际驾照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租车和开车的，还算挺方便的。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整个租车和开车的体验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像我的飞机也快要起飞了，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这是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站，拜拜。